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最近强势冲高的日股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估值幻觉？当所有人看着报纸上日经225指数本益比只有19倍，大赞日股便宜时，野村证券最新报告却揭露了震撼真相。日经225指数经过权重调整后，真实本益比已高达28倍，高昂的 AI 与半导体权重股严重扭曲了日股的真实估值。为什么报纸上的数据与真实情况相差近10倍？我们习以为常的日股便宜神话隐藏着什么结构性危机？今天我们带你透过野村证券的独家分析，看懂这场日经225指数的估值扭曲与避险逻辑。野村证券指出，目前公开发布的日经225本益比与每股盈余因未经权重调整，因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未调整前，其每股盈余约3800日元，本益比约19倍。然而，一旦将权重调整纳入考量，真实 EPS 仅约2600日元，本益比直接被推升至28倍。野村强调，忽视权重调整后的数据将严重低估日股目前的估值风险，现在盲目乐观还为时过早。我们来拆解野村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媒体数据与东证 Prime 市场的对比。野村指出，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日经225偃期本益比为 18.85 倍，与东证 Prime 市场整体的 18.21 倍非常接近。这看似合理的数据让散户得出日股并未过度高估的结论。华瑞认为，这种表面相似性营造了虚假的安全感，使投资人误以为日经225估值结构健康，忽略了少数权重股对指数的极端控制。其次是未调整权重造成的 EPS 虚胖。野村指出，若直接以目前指数除以报纸上的本益比，未加权 EPS 约为3838日元。市场乐观者甚至以此推算，若未来 EPS 上修 10% 或本益比升至21倍，日指就能挑战8万点。华瑞认为，这建立在错误的数学起点上，未加权 EPS 严重高估了实质获利能力。这种算法容易引导资金做出高风险决策。第三是权重调整后的真实估值。野村指出，日经225指数采价格加权而非市值加权，纳入权重调整后，该组合的真实 EPS 仅约2600日元，使真实本益比高达28倍。这巨大落差是因近期 AI 与半导体热潮推动下，少数高价科技巨头在指数中的权重被无限放大，扭曲了估值外貌。华瑞认为，28倍本益比已处于历史极度紧绷的位置，显示日股顶部空气稀薄，科技板块的局部过热正挟持着指数在港索上跳舞。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是价格加权与市值加权反映现实的本质差异。野村特别提醒，报纸公布的未加权数字并未随着指数权重变化而做出调整。华瑞认为，散户只看指数点位与名目本益比，忽略了价格加权机制会让少数高价半导体与 AI 股的波动极端扭曲指数。当这些股票估值被推至极致，真实本益比就标至28倍。而这种结构性泡沫是无法靠其他传统低价蓝筹股的业绩来填补的。面对日经225指数估值扭曲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投资人需要特别注意两大维度。首先是重新评估日股指数型 ETF 的配置风险。在真实本益比已达28倍背景下，盲目透过日经225基金进行大盘配置，等同于高位重仓了高估值的科技板块。其次，投资人应考虑将部分配置从价格加权的日经225战术性转移至市值加权且更能反映实体经济的东证指数。我们应将权重调整后的真实 EPS 与东证 Prime 的估值溢价作为观察日股中期估值修正的核心指标。总结来说，野村证券这份备忘录为我们揭示了强势日股背后最真实的估值密码。报纸上的19倍本益比只是表象，经过权重调整后高达28倍的真实本益比才是主导这场日股高位震荡的真正引力。在全新的日股配置期，看懂权重调整后的真实获利，才能在资产配置中规避潜在的估值重置风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